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合理质疑，颠覆历史。大家好，我是陈启鹏，今天又来帮各位颠覆历史了。那今天要颠覆的主题是什么呢？那就是王昭君。先前我们曾经提到说，闭月羞花沉鱼落雁，那其中的落雁讲的就是王昭君。那为什么落雁会落在王昭君身上呢？那主要是因为她出塞和亲的时候思乡情切，这个时候不禁悲从中来，弹了一首《出塞曲》。结果这个《出塞曲》传到天空，刚好天空有一只大雁飞过来，听到这个《出塞曲》，再看到王昭君的美貌，居然忘记拍动翅膀，就这么掉下来了。所以后来王昭君才会跟落雁画上等号。那这个故事是否属实，我们不得而知。不过王昭君身上确实有许多的谜团是经历千年还不可解的。那首先要讲到的就是她的名字之谜。怎么说呢？来，我们看看两本史书中的记载。第一个是《汉书·匈奴传》，讲的是王强字昭君，号宁胡胭脂。那第二个也是《汉书》，在不同的地方有记载，在《元帝纪》里面说赐单于代赵议庭，王强为胭脂。那另外在范晔的《后汉书·南匈奴传》则是有提到说昭君自强。好，那所以由三个不同的字王强来看看，王昭君应该叫王强，对不对？但是呢，这样的一个王强的名字本身就令人质疑，为什么？因为西汉宫廷啊，它的规定说，宫女入宫之后就不再用娘家的名字了，所以不论是哪一个级别的宫女进入宫中之后，都没有再用自己的名字，所以也不会流传下来。即便是一开始很美貌就受封，有得到封号，她也未必有名字留下来哦。不相信，我们来看看，像譬如说汉高祖的宠姬戚夫人，还有汉文帝的母亲薄姬，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汉武帝的宠姬尹婕妤、钩弋夫人跟李夫人。你注意，这些在历史上都有留名，甚至有为他立传哦。但是没有一个有名字，都是用姓来代替。所以这代表着说，王昭君入宫，她是一个平民宫女的身份，更不可能会有名字留下来。那当然我们会好奇说，既然没有名字留下来，那王强这几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所以我们先来看到第二个元帝纪这个王强。那这个王强他是木字边，那有人推测应该是他入宫的时候是坐船入宫的，所以会有这个王强。那至于第一个王强，墙壁的墙，应该是属于同音通假，那也就是第二个王强的互通。那当然大家一定会问，那有没有可能是范晔《后汉书》里面的自强这个强字呢？那这个强呢，根据《说文解字》里面的记载，它是副官，那因此很有可能是范晔把王昭君具备宫中女官的身份当成是名字了哈。那如此看来，那只剩下唯一一种可能，那就是《后汉书》所写的昭君自强。因为昭君如果自强的话，那昭君二字不就是名了吗？可是昭君二字本身在两本史书不同的记载就存在着矛盾。怎么说呢？我们先看到第一个王强字昭君，在这里把昭君当作是字，而《后汉书》的昭君自强则是把昭君当名。你看哦，在这里就出现名跟字的不同的版本。可是如果按照我们刚才所说，西汉宫女是没有留下名字的话，那代表着昭君不是名也不是字，那到底是什么呢？有人推测说，昭君这两个字应该是属于封号。为什么说是封号呢？因为在西汉的时候，不乏封皇族女子为什么什么君的，像譬如说汉武帝就曾经封他的大姐叫做修成君。所以这意味着说，皇族女子被视了这个君的话，就代表她的地位不凡，身份尊贵。那我们知道，
王昭君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宫女而已。那如果大汉皇帝以这个小小的平民宫女下嫁匈奴的话，是不是小看了匈奴单于呢？所以他做了一个变通，汉元帝就赐给这个姓王的宫女昭君这个封号。那事实上，昭君这个昭字也很有意义。怎么说呢？我们来看《说文解字》里面说。昭日明也，那也就代表着说，它的意思，昭君就是光照匈奴的意思。你看这个昭字，如果赐给王昭君，是不是很有别具意义的感觉呢？因此，很多人都推测昭君呢是一个封号而已。不过这样子一路讲下来，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只能肯定一件事，就是这个出塞和亲的宫女姓王，也许是坐船入宫，还得了一个封号叫昭君，但是她到底叫什么名字，没有人知道，莫衷一是，哈哈哈。所以各位，你有没有觉得这真的是千古之谜？有没有？好，不过因为范晔《后汉书》把昭君自强这个说法已经广为民间所接受了，所以现在我们之后所提到的王昭君，还是用这个名字来作为她的代称就好了哈。好，那解决了王昭君姓名之谜之后，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讲到她的故乡之谜。那她的故乡在南郡秭归。那不管是《汉书》跟《后汉书》都是这么记载。那南郡秭归到底在哪里呢？那根据史料去推测，应该就是湖北的新山县保平村这个地方。那所以王昭君应该是属于湖北人，而且是汉家女。可是有人根据文献史料跟实地勘察，发现说，王昭君也许不是湖北的汉家女而是四川人，而且是四川的少数民族土家族的女子。怎么说呢？我们先来看看保平村这个地方。保平村这个地方，它位在湖北跟四川的交界。那过去它的县治辖区经常变动，有时候会把保平村划入湖北，有时候会把保平村划入四川，所以在西汉那个地方啊，不少人把王昭君视之为淑女。不相信，我们来看到那个杜甫的《赋新行》。那杜甫的《赋新行》里面就有提到，你看第一句话，回州处女发半华，40、50无夫家，有没有？然后还有最后这两句话：若到巫山女出丑，何得此有昭君村？所以从这几个地方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说，王昭君就被视为是淑女，也就是四川的女子。那为什么会跟土家族女子有关呢？来，我们回到刚才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左上角这个地方，王昭君故乡的左上角，如果你有特别注意的话，你看到它上面是不是写着土家族乡？有没有？本身这个王昭君的故乡就是土家族分布的区域范围之内。那当然，我们也有可能说他是汉人，没错啊。那不过有两个地方可以佐证：一来是王昭君的个性非常的刚强，怎么说呢？我们发现说，他自视自己容貌不错，不愿意贿赂画师毛延寿，然后他又觉得说，不受皇帝宠幸，我自愿出塞和亲。那这样的一个自愿出塞和亲，而且个性刚强，跟一般的汉族女子不太一样，但是跟土家族女子的民族特性倒是蛮雷同的。再来就是说，我们一般汉人女子如果下嫁匈奴的话，总是会觉得是下嫁，然后嫁到不好的地方。可是王昭君主动请缨，还觉得说自己嫁给匈奴单于是个美事，那是不是代表着说她的家乡对这种胡汉通婚早就司空见惯，而且也觉得说稀疏平常，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所以由这几个地方来看的话，她很有可能是土家族女子，没错。那不过这样的一个说法虽然
然言之成理，但是缺乏直接证据证明王昭君是土家族女子，也不排除王昭君很有可能是深染土家族习俗，也就是混居的汉家女子。所以一般学者还是公认说，王昭君确实是湖北汉家女，没有错哈。好，那接下来第3个谜团就是王昭君出塞之谜。那我们根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载，认为说他应该是自请出塞。怎么说呢？哈，因为在范晔《后汉书》里面有提到说，你可以看到后面这几排字哈，昭君进入宫里面好几年了，都没有被皇帝宠幸，所以他积下悲怨。那后来匈奴单于来求亲，那于是他就主动请缨，希望能够放行，让他去出塞和亲。那所以由这个地方肯定说他是自请出塞，没有错。而且据说皇帝看到这个女子自请出塞很惊讶哦，就把她叫来看看，结果一看之下惊为天人呐、所以后来还蛮有点后悔的。那不过王昭君既然长得如此美貌，为什么先前没有被皇帝宠幸呢？在东汉的一本小说叫做《西京杂记》，倒是把这一个缘由补全了。那里头是说了，说汉元帝后宫的女子太多了，那所以他没有办法一一检阅、一一看过，所以他就要画师啊、画工把这些女子的画像画下来。那他看到哪个漂亮，就找哪个来临幸。那所以当时的后宫女子都会贿赂画师，要叫他把自己画得好看一点，这样子才有机会被皇帝看上。那大家都这么做哦，唯独王昭君不肯这么做。王昭君觉得我够漂亮，何必要画师把我画得好一点？我不需要美颜相机，不需要美图秀秀。所以后来呢，那个画师毛延寿他就觉得心怀怨恨，你不给我钱，我就故意在你的画像点上这么一个字，结果呢，当然就被汉元帝嫌丑啦。这也就是他后来没有被宠幸的原因。所以当他后来打扮得漂漂亮亮出来之后，结果大家才发现，哎呀，王昭君长得真是漂亮啊，所以皇帝才会后悔哈。好，那不过范晔《后汉书》的记载却跟《汉书》所写的不一样。怎么说呢？因为《汉书》说单于自言愿续汉室以自亲，意思就是说匈奴单于愿意当汉朝的女婿。所以当时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强自昭君赐单于，就是把王昭君赐给单于就对了，让他出塞和亲。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王昭君不是自请出塞哦，她是被迫出去和亲，因为她是被赐婚的哈。好，那于是我们要问两本史书说的不一样，哪一个比较可信？那范晔《后汉书》年代比较晚一些些，所以照这样子来看的话，应该是《汉书》的说法比较可信。所以应该是自请出塞没有错。那事实上，我们以常理来忖度王昭君基本上呢，她从家乡千里迢迢来到宫中，那她已经觉得很难过了，怎么可能自请出塞，还要远到千里之外的匈奴那个地方去和亲？就算他是因为不得宠，然后个性比较刚强，自请出塞的话，那他有可能觉得说到那边会比较好吗？也不能肯定啊。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那当时那个西汉宫廷的等级规定的非常的严格。皇后以下还分14级，那王昭君还是14级以下的一般宫女而已。也就是说，王昭君根本不具备争宠的条件。那既然不具备争宠的条件，她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因为不得皇帝宠幸，心怀怨恨，才自请出塞，千里迢迢跑到匈奴那边去吗？所以这一段故事，很多人都认为说是范晔受到民间小说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我们前面不是在《西京杂记》里面有提到一个画师毛延寿吗？结果这个毛延寿徇私舞弊的情形，在《汉书》跟《后汉书》的记载里面，通通都没提到。
正史没有提到，反而在小说里面出现，那你不觉得连毛延寿这个画师也都被污蔑了吗？因为他根本没干过这件事情。所以由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其实王昭君应该是真的是被赐婚，而不是自请出塞哈。好，那而且还可以从一个地方看得出来，这件事情在《后汉书》里面未必是事实。怎么说呢？根据《后汉书》的记载说，王昭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来到皇帝面前的时候，皇帝见了大惊，意欲留之，意思就是说想要把它留下来，自己好好享用。结果呢，大臣这个时候看到皇帝的脸色，这样子不太好哦，所以赶快上报说：哎呀，好皇帝，你千万不要想把它留下来，万一失信于匈奴被知道的话，后果难料啊。那汉元帝啊一听，还蛮有道理的，好吧，算了算了，这么美的美女，那就还是给匈奴好了哈。那你注意这4个字，意欲留之。意欲留之是个人内心的渴望，是私人的内心活动。那没有诉诸于文字，因为史书没有对话，就代表了说皇帝没有讲出来。皇帝没有讲出来，史官哪会看得出来？而且这个意欲留之，有可能人家说有可能会有人说，是因为他表现在脸色上。那既然是表现在脸色上，就代表是大臣蠢度而已，也不是史官看到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意欲留之的描述呢？那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范晔受到民间小说的影响，因为我们看多了小说都知道，小说最多这种独白式的内心旁白 OS 有没有？所以呢，很多人都认为说，这应该是范晔在记载王昭君一事的时候，受到了民间流传的故事的影响，才会把它写进去。那当然，我们就要问啊，那为什么民间会把王昭君说成是自请出塞呢？那这就要讲到说我个人认为王昭君她其实在促进汉匈关系上有非常大的贡献，那所以民间才会流传她的故事。可是贡献这么大、这么出类拔萃的女子，如果她的个性非常的柔弱顺从的话，那是不是就减少了很大的说服力？所以为了让她的故事更曲折、更有高潮起伏，所以民间说书者才会赋予王昭君明艳的美貌、刚强的个性。那这样子再加上毛延寿这种小人，就会让故事更有说服力了。那不知道各位觉得我这样的推论是否认同？好，那再接下来就是说王昭君后来嫁到匈奴那边去的时候，下嫁给呼韩邪单于，后来生下一个孩子，还被封为逐日王。那不过3年而已哦，呼韩邪单于就过世。那呼韩邪单于过世之后，后来继位的就是傅朱磊单于，是由他的长子来继位。那这个时候，傅朱磊就按照他们匈奴的习俗收继婚制度，要把王昭君收为自己的妻子。那什么叫做收继婚制度呢？其实是就是匈奴，就是游牧民族的女子，如果死了丈夫的话，她就必须被这个丈夫的兄弟或者是没有血缘的孩子所接收。那因此，这是因为匈奴这些少数民族，他们把女子视为是家产，家产当然不能外流嘛，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收继婚制度。那可想而知，王昭君她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当然会觉得这样子乱的辈分，这种名分怪怪的，对不对？所以她后来就向皇帝要求说要回去。因此，我们可以在《后汉书》里面看到说，昭君上书求归，
成帝敕令从胡蜀。那所以后来王昭君不得已啦，因为皇帝都自己人都不挺自己了，他只好乖乖就下嫁给傅朱磊单于了那讲到这个地方，就顺便讲讲说，其实这个收继婚制度，很多人都认为是匈奴或者少数民族所专有，其实并不是，因为在中国早期先民时代就有这种婚俗，所以它最早其实是在我们先民时代就已经流传了。所以最晚到什么先秦时代还有像是譬如说魏宣公就曾经跟他的庶母，就是他爸爸的女人那个把他收过来之后，就是这个宜姜，还生下一个孩子，然后把他立为是太子。那所以类似的情形在春秋战国时代蛮多见的。那不过至少到这个时候呢，已经有人觉得这样的一个婚俗不太好，总觉得名分怪怪的。而儒家思想大兴之后，又把这样的一个收继婚制度视为是乱伦，所以后来历朝历代就尽量避免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当然不乏有那个皇帝，那觉得说因为贪图美貌，或者是为了个人一己之私，他也有干这种事还不少像譬如说谁呢？隋炀帝在登基即位那一天，就把他爸爸的女人宣华夫人把她收过来，当做自己的妃子。那另外我们最熟悉的武则天原本是唐太宗的才人，那后来也是被他的儿子唐高宗所接收。你说这样的例子是不是层出不穷呢？不过历朝历代虽然有这些特例，但是一般汉人而言，都会避免被落人口实、引人非议，会避免这么做。倒是匈奴那边，因为他们先天环境条件不佳，所以必须延续这种收继婚制度。所以这种收继婚制度一直延续下来，还延续到近代，还都在实行所以各位看到这种收继婚制度，不要认为那就是胡人不懂伦理，不，其实我们中国早期也是如此好，那再来回到王昭君身上那王昭君后来不得已按照收继婚制度下嫁给傅朱磊单于之后，后来生下了2个女儿，2个人生活了11年，算是他感情相当稳定的时候。可是11年后，傅朱磊单于就过世了。那过世之后，后来呢就变成是下一任皇帝弱低单于继位。那史书没有提到说弱低单于是否有接收王昭君为他的妻子，那史书也没有提到说王昭君的第3任丈夫就是弱低单于，所以我个人推测说，这个弱低单于继位之后，很可能有尊重王昭君的意愿，并没有收她为妻子。那只不过是5年后，王昭君还是病逝了，生病而死。那死后葬在青冢这个地方。那青冢为什么称为青冢？是因为这个地方入冬之后都会草色枯黄，唯独这个地方很特别，居然会留下一片青葱。那是不是王昭君嫁到这个地方才变成这样？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样的一个奇景，让人家看了是啧啧称奇，所以后来把它称之为青冢好，那据说王昭君死后呢，还非常受到匈奴贵族的爱戴，这些贵族为王昭君举办了盛大的葬礼，而且还替她修建了非常大的墓。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史书中的记载。那史书中的记载呢，说他对这个王昭君呢，给他一个1000里穹庐，然后给他10万口羊、500瓶美酒，还有就是金银壶瓶，就是非常高档的艺术品就对了所以由这个地方来看，匈奴对他还蛮不错的。那另外百姓也非常的尊重王昭君，因为这些百姓自发性的为王昭君送葬，而且后来还为她年年添土那所以这是说王昭君病死的
一说。那不过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王昭君并不是病死的，而是她服毒而死，积怨而死。怎么说呢？因为她在第一任嫁给匈奴，她嫁给第一任匈奴单于的时候，就已经对这个收继婚制度不满，但皇帝要她继续嫁给第二任，她就开始心怀怨恨。结果到了第二任单于过世，那第三任单于想要接收他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忍无可忍了，干脆服毒自尽了哈。好，那因此到底哪一种死因不得而知？为什么？因为史料在这个地方记载根本没有记录可循。不仅不知道他的死因，甚至连他死的时间都没有得到下落，也就是不知道他何时死的。那后来有的时间大概都是后人推测的哈。所以如果真的要确认王昭君的死因的话，可能要找到王昭君的墓，把她的遗骨取出来，好好的做检测，这样子才能够确认她的死因哈。那当然大家会问啊，王昭君的墓在哪里呢？刚才我们不是有提到说青冢吗？那青冢就是位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然后那个玉泉区南郊大黑河南岸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就是葬有王昭君。那不过也有人质疑王昭君是否葬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内蒙古还有王昭君的墓有多达10几个之多。那所以到底哪一个为是？没有人知道啊。但是呢，学界一般普遍的共识是，这些10多个除了青冢以外的昭君墓，应该都是衣冠冢或者是纪念冢。那根据青冢传说，王昭君应该还是下葬在这里，没有错。那我们要问说，那这个墓有没有开挖呢？那其实一度有开挖。那因为近年来考古队为了确认王昭君的墓是否有遭到盗墓贼觊觎，曾经有过所谓的试探性考古、试探性挖掘。结果在这样的一个试探性挖掘之中，就发现了一些破碎的瓦片。那这些瓦片呢，上面写了长乐未央。那这种瓦片就是大汉宫廷的标志，所以显示王昭君的墓确实是一个汉墓，是按照汉人制度所建造而成，没有错。那除此之外呢，那考古专家也发现说，这个王昭君的青冢有逐年夯筑的痕迹。那这也代表着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游牧民族说，他的百姓年年为王昭君添土，年年去祭拜，这个也并非只是传说，而是真有其事哦。不过考古队在确认王昭君的墓完好无缺之后，就没有再把它继续挖掘下去了，而是把它恢复原状，封闭起来。那因此，我们是要如果我们要确认王昭君是否在里头，可能要等到当地政府有开挖计划，才能够确认王昭君的遗骨有没有在里头。连同刚才讲的谜团，她到底是病死还是服毒而死，也可能要等到这个遗骨取出来之后，才能够进行化验。不过，尽管王昭君身上有这么多的谜团，但是她对促进汉匈关系是有莫大的贡献，所以这或许是她会在民间流传不已，而且名留青史，甚至成为4大美女之一的原因吧。不知道各位是否认同王昭君对我们的贡献？好，那再来，接下来就要讲到说，这个和亲这个政策，那王昭君和亲其实收到了很大的成效，可是却不是从王昭君开始，她最早可以说是从哪里开始呢？跟刘邦有关。怎么说呢？原来刘邦推翻秦朝，建立西汉之后，那当时匈奴也开始势力日渐壮大，蠢蠢欲动，所以几次南侵之后，那刘邦就不爽了，所以他后来集结33万大军，去北伐匈奴。哪知道被匈奴打个落花流水，还有所谓的白登之围，也就是他被匈奴大军围困在白登城这边，打7天7夜之久。所以后来还好是采用陈平的美人计，
躲过一劫。不过躲过一劫之后，那他的大臣叫做娄敬，娄敬就建议说啊，最好刘邦能够下嫁公主给匈奴单于来做这个和亲。那为什么要下嫁公主呢？就是说一来就是如果这个公主嫁过去有带来丰厚的那个嫁妆的话，那匈奴单于贪图这个丰厚的嫁妆，必定立这位公主为王后。那既然这个公主成为王后，那她生下的儿子当然会成为下一任继承人，那也就是未来的单于。所以匈奴单于在的时候是汉朝的女婿，他死了之后，儿子继位，那就变成是汉朝外孙。那既然是汉朝外孙，当然也不会跟外公作对，对不对？各位听起来有没有觉得一举两得？我个人是觉得娄敬这个建议真的还是蛮贼的，很不错。那刘邦当然听了，觉得有道理哦，所以他后来就真的采用这种和亲政策。那只不过是当时他舍不得让自己的公主过去，所以都是用宫女假冒公主过去。那也因为确实有达到效果，所以后来的惠帝、文帝跟景帝都比照办理。好，那我们就要问既然都是用宫女来假扮，什么时候有真正的公主过去呢？那就是到汉武帝时期。那汉武帝时期派了一位公主过去，也是史上第一位有名有姓留下来姓名的和亲公主。那这位公主叫做刘细君。那刘细君是汉朝宗室，因为她的爸爸是江都王。那这个江都王后来因为发动叛乱，后来被抄家灭族。那刘细君因为年纪还小，躲过一劫，但是也因此成为罪臣之女。那所以后来汉武帝当时他决定对匈奴用兵的时候呢，就觉得说我应该要先想办法连结西方的大国来一起对抗匈奴，这样子两面夹攻比较好。所以后来他就想到了一个对象，就是乌孙，所以他就拜张骞通西域去连结乌孙。那张骞到西域那边之后呢，乌孙国王听到大汉的要求，那其实他对大汉不熟，但是他知道匈奴很强，所以有些迟疑。没想到这个时候匈奴得到消息，就对乌孙国王撂下话说：你最好不要给我轻举妄动，那否则我会对你用兵。结果乌孙国王一听就怕了你既然要对我用兵的话，那我就干脆先跟大汉联手好了。所以他就答应跟汉朝联手。不过如何联手呢？为了加强彼此的邦谊，他就要求大汉要赐给他一位公主，要有和亲关系。既然是亲家，当然会联手御敌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汉武帝才会找到他的侄孙女，也就是刘细君过去。反正你本来就是罪臣之女，那就让你将功赎罪吧。那刘细君本身就是那个罪臣之女，那所以她也没得选了，只好乖乖出塞和亲。那是说还好，这个汉武帝也不是真的那么无情无义啦。他对这个侄孙女还不错，特别派人为她做了一个乐器，让他可以在途中弹奏，来以解思乡之情。那这个乐器就是阮，那也称为琴琵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唐的乐府杂录有提到说，琵琶始自乌孙公主就是这个时候才造出来的那它也被称为是乐琴。所以讲琴琵琶或讲阮，你可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讲乐琴，我想各位应该就恍然大悟了好，那后来刘细君不得已过去之后，那就下嫁给乌孙昆莫。那乌孙昆莫，昆莫的意思就是国王的意思，所以乌孙昆莫就是指乌孙国王啦。那这个国王叫做列交弥。那刘细君后来过去嫁给列交弥之后呢，那匈奴也觉得大事不妙，所以他们也派了一个宗室之女，也就是一个匈奴公主过来，想要分化乌孙跟大汉之间的关系。还好刘细君处理得宜，后来让匈奴分化的阴谋没有得逞。那后来列交弥过世之后，那就由他的孙子
军须弥继位。那军须弥按照这个收继婚制度，就想要把刘细君来纳入作为自己的妻子，可是刘细君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他特别派人上书给皇帝，说希望能够返回大汉。那当时皇帝觉得说，那个还是不要回来好了，我让你回来就没有和亲公主了。那这样子乌孙是不是有可能跟匈奴连结更好的关系？你还是给我乖乖下嫁给他好了。不过刘细君下嫁给军须弥之后，那心中其实是郁郁不欢，而且他这个时候思乡情切，没有5年就过世了，所以其实他在整个乌孙就只待了5年。那所以我们可以从他的一首这个悲秋歌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最后这2句话说：居长土司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由此可以知道他是多么的想念大汉，想念故乡，所以后来会这么快轻轻的就过世。那这么轻易的就过世，我们也是觉得非常的感慨。不过刘细君死后，后来备受当地的百姓尊崇，还把她称之为科木之公主，意思是说她洁白美丽，就像马奶一样纯美的公主。所以由此看来，这个刘细君成功完成了他对于乌孙跟大汉之间的和亲使命，对不对？好，那刘细君过世之后，后来军须弥食髓知味，又向大汉要求要再嫁一位汉家公主。此时汉武帝大笔一挥，又派了一个公主过去。那这个公主被称为解忧公主刘解忧。那这个刘解忧同样是汉朝宗室，也同样是罪臣之女。为什么？因为她的祖父就是楚王刘戊，是七国之乱的祸首之一。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叛乱的事实，所以当然也就成为罪臣之女。那所以汉武帝后来就找到了这个刘解忧，叫她乖乖过去哈。那不过这个刘解忧过去之后，地位并不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的军须弥已经有了先前的匈奴公主，按照先来后到原则，匈奴公主当然比大汉的公主地位来得高，而更重要的是，这个匈奴公主后来又比刘解忧先生下一个孩子，所以后来她当然就地位会比不上这个匈奴公主，而这个匈奴公主的这个生下的这个孩子叫做尼米。好，那不过呢，没有多久，军须弥也过世了。那过世之后，因为尼米还小嘛，就由他的堂弟叫做翁归米继位。那所以翁归米就按照收继婚制度，就把刘解忧收进来了。所以刘解忧后来就第2嫁，就是嫁给翁归米了哈。好，那这个翁归米叫做肥王，那感情还算不错，因为他下嫁给这个翁归米之后，居然连生3个儿子2个女儿，所以地位因此翻转了哦。所以这样的一个原本地位不佳的情形，到了翁归米的时候就开始翻转了。那只不过这个时候备受冷落的匈奴公主就不爽了哈，你居然敢冷落我，好，我去跟我老爸那个告状。所以这个匈奴公主就跑去跟单于告状，结果匈奴单于一听啊，火大了，就跟乌孙昆莫，就是乌孙国王那个翁归米勒令说那个刘解忧给我送过来，而且要断绝跟大汉一切的关系。那可想而知，翁归米怎么会愿意接受这样的威吓？所以他就赶快请大汉出兵，然后两方分进合击，一起打败匈奴。所以各位你们不知道的是，匈奴经此一役之后，元气大伤，从此就在草原的势力没落下来了哈。所以这也算是大汉跟乌孙成功合作的一次案例。所以这个刘解忧也确实在当地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就对了哈。那后来翁归米过世，那过世之后，乌孙的政局开始陷入内斗。那后来变成尼米继位，那尼米也按照收继婚制度把那个刘解忧接收过来，所以刘解忧居然嫁了3任丈夫哦。好，那只不过她嫁给尼米之后，这个尼米对她并不好。
因为尼米一直对自己的母亲，就是匈奴公主地位被刘解忧夺去，愤愤不平。那再加上这个尼米号称狂王，个性非常狂妄，动辄毒打百姓。那刘解忧有时候会劝谏啊，结果这个时候尼米反而更暴虐无道。刘解忧一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还是非得处理不可，所以他后来就联合尼米的弟弟叫做乌就图，那两个人想要暗杀这个尼米，结果尼米后来发现了这个情况不对，那后来反过来派大军包围刘解忧跟汉朝使臣，还好就在关键时刻，安西都护府派人过来解围，同时也对这个尼米做安抚，承认他是乌孙国王的地位，事情才勉强告一段落。可是乌就图才没有因此就束手就擒呢，他没有善罢甘休哦，他后来找了个机会，还是把尼米暗杀掉，自立为王。结果他这么一自立为王，反而引来汉宣帝的不满。为什么？因为这个尼米是大汉承认的乌孙国王，结果你把他干掉，那我大汉的颜面何在啊？更重要的是第二点，乌就图不具汉朝外孙的身份，那是不是以后如果他当了国王，很有可能成为隐忧大患？所以汉宣帝得到消息之后，火速集结大军，想要攻打乌孙。此时有一个人发挥了作用，那就是刘解忧的一个侍女，叫做冯辽。好，那讲到这个冯辽，原本是陪刘解忧出塞和亲的宫女，不过她知书达理，天性聪慧，来到乌孙不过2年，就把乌孙的风俗习惯还有语言文字全部都练了个精通。所以乌孙国王非常的赏识她，后来还让她下嫁给自己的右大将。所以当时西域诸国都会尊称这个冯辽一句冯夫人哈。那这个冯夫人后来透过丈夫知道说大汉即将要对乌孙用兵，他觉得茲事体大，两边都是他心爱的地方啊，所以他火速回国去见汉宣帝来禀报始末。那报完之后，汉宣帝派他来当特使，来去跟乌就图谈判。那后来这个冯辽去见乌就图之后，那小以大义，分析厉害。那乌就图一来怕自己才刚当上国王，不得人心；那二来也担心乌孙真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事件就亡国在自己手中，所以后来就答应听从大汉的安排。那冯辽因此就以乌就图为小国王，另外再以刘解忧的儿子元贵米来当大国王，两国分治相安无事，所以后来化解了这场危机哈。那后来元贵弥过世之后，就由刘解忧的孙子那个辛弥继位。那这个时候的刘解忧已经70多岁了，那他就很想返回大汉了哦，所以他就特别上书说：“我已经年老了，希望能够下葬在自己的故乡。”那当时的汉宣帝答应了。那后来就特别把他迎接回来，所以刘解忧就带着冯辽一起回国。据说他回到长安的时候，长安万人空巷。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想看看这个为大汉付出这么多青春，而且居功厥伟的公主风采。那后来回到长安之后2年，那刘解忧就过世，汉宣帝以公主之礼下葬，所以刘解忧算是在这么多个和亲公主里面算是幸运的，因为她最后总算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回到故土下葬大汉哦，所以这是她跟其他和亲公主不太一样的地方哈。好，那不过在她死之后，冯辽还继续发挥作用，因为后来辛弥因为软弱，那使得两边的纷争再起，那所以这个时候又是冯辽听到消息之后，又从大汉赶到乌孙去来化解了这样的一个纷争，所以冯辽曾经有3次出征。3次出使，那第一次就是陪刘解忧出塞和亲
安邦定国。那第2次则是化干戈为玉帛，第3次则是使得乌孙的纷争平息，所以后来才会有人把她封为是中国第1女外交家。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觉得这个女子真的是非常的不凡呢？所以我们今天讲了王昭君在内的好几位公主，那也其实也就是无非要讲到她们对大汉的贡献真的是功不可没。不知道是否颠覆了各位对和亲公主的认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合理质疑，颠覆历史。陈启鹏的颠覆历史，我们下次见哦。